同学们好，今天我们将学习气血津液理论。我们已经学习了中医的两个说理的工具，就是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。我们也学习了中医的主要研究对象，就是五脏六腑。今天我们将学习五脏六腑进行正常生理活动的主要物质基础，就是气血津液。气血津液根据属性可分为阴和阳，气是属阳，而血和津液这些液态物质属阴。所以气我们也可以称为阳气，血液和津液我们也可以称为阴液。阳气具有推动和温煦的功能，而阴液具有滋润和濡养的作用。首先我们来学习气的理论，我们将从5个方面来学习，分别是气的基本概念、气的生成、气的运动形式、气的功能和气的分类。首先我们来学习气的基本概念。气是一个地道的中医术语，中医认为气是人体内不断运动着的，具有很强活力的精微物质，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的物质之一。这就是说，气是一种物质，它和五脏的功能活动密切相关。气是如何生成的呢？中医认为，气的生成主要由3个方面综合而成。首先，它禀受于父母的生殖之精，肾中精气是气的一个组成部分。第2个部分来源于水谷精气，它是由脾胃从食物中化生而来的。第3个部分来源于自然界氢气，依赖于肺的呼吸功能而吸入。所以气的生成主要与肺、脾胃和肾这3脏功能综合而成人体全身的气。气形成之后，它是人体内最活跃的物质。它在人体体内怎样进行运动呢？气的运动又称为气机。气的运动形式可以用4个字来概括，就是升降出入。它与五脏的功能活动密切相关。下面我们来看一看气的升降出入是如何维持平衡的。首先我们来看一看第1个脏器肺。肺吸入清气，呼出浊气，一出一入，维持气的平衡。而这个平衡也会体现在肺的宣发和肃降上。而肺的肃降与肝的升发又构成一对平衡。我们来看一看第2对脏器肺和肾。肺主气是主降，肾主纳气是主升，这一升一降维持我们呼吸的深度。我们来看看第3对脏器心和肾。心是指的心火，肾是指的肾水。心火下降可以温暖肾水，肾水上升使心火不至于亢盛。这一升一降维持心肾之间的气机平衡。最后我们来看一看中焦脾胃。脾主升清，胃主降浊。脾胃是气机升降之枢纽。综上所述，当人体五脏气的升降出入维持平衡，我们称之为气机调畅。如果气的升降出入运动失调，我们称之为气机失调。气机失调主要表现在以下5个方面。第1个就是气滞，就是气的运动在局部受到了阻滞不通，比如说肝气郁滞、胃气郁滞等等。第2个就是气逆，气逆是指的气的上升太过或者是下降不及，比如肝，它的运动趋势本来是上升的，但如果升得太过，我们称为肝气上逆。再比如肺，主要的运动趋势是降，但是如果肺气不降反而上升，我们称之为肺气上逆。又比如胃的主要运动趋势也是主降，但是如果不正常的上升，也会出现胃气上逆。第3个就是气陷。气陷指的是气的上升不及或者是下降太过。比如脾和肾这2脏，脾主升，肾也主升。脾主升可以维持人体内脏的相对平衡，肾主升可以固思二变。如果脾气不升或者是肾气不升反而下降，就会导致脾气下陷或者是肾气下陷。第4个就是气脱，它是指气不能内守而外溢，这是一个危重症候。最后一个是气结或者是气瘀，它是指气不能够外达而结聚在体内，
甚则会导致气闭，出现晕厥的表现。以上是我们讲的气的运动形式升降出入。当气的升降出入维持平衡，我们称之为气机调畅；当气的升降出入运动失去平衡，我们称之为气机失调。作为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，气的功能主要有推动、温煦、防御、固摄、气化等5个方面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看气的推动功能。它是指的气可以促进人体的生长发育，激发各种脏腑、经络等组织器官的生理活动。经气的运行，血液的生成和运行、津液的生成、输布和排泄等等，都有赖于气的激发和推动。比如，元气不仅可以推动我们人体的生长发育，它还可以推动脏腑、经络等各个组织器官的生理活动。当元气充足，人体才能够正常的发育，五脏六腑的生理功能才能够正常。这是元气的推动。心气和肺气可以推动血液的生成和运行，肾气可以推动津液的生成、输布和排泄，这是气的推动作用的体现。第二个，我们来看看气的温煦作用，它是指气有温煦和熏蒸的功能。人体正常的体温维持，机体的生理活动、血液和津液的运行等等，都有赖于气的温煦功能。比如胃气和阳气。胃气分布在体表，它可以维持人体的体温；阳气增藏于五脏中，尤其是肾中阳气，它可以温暖五脏六腑，从而维持五脏六腑的生理功能。阳气还可以使血液和津液等液态物质运行正常。所以，如果胃气或者是阳气不足，人体体温下降，四肢不温，我们称为胃寒肢冷，而血液和津液的运行就会缓慢。如果气或者是阳气淤结在体内，使气的温煦作用加强，会出现瘀而发热的表现。气的第3个功能即防御功能，是指气既能护卫肌表，防御外邪的侵犯，又能与侵入人体的病邪做斗争。若驱邪外出，则身体康复。比如人体的胃气或者是正气，我们刚才讲过，胃气是指分布在人体体表的肺气，它可以抵抗外邪的侵入。正气是一个抽象的概念，它是指人体内一切正常的物质，包括气、血、津液，以及抗病康复的能力。当正气充足，既能够抵抗外邪，又能同侵入人体的病邪做斗争，驱邪外出，使人体康复。这就是正气的作用。《黄帝内经》中有这么一句话，叫做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。当我们人体正常物质阴液和阳气都充足的时候，要不就不生病，即使生病之后，也因为正气充足，很容易康复。这就体现了气的防御功能。气的第4个功能就是固摄的功能，它是指气对体内的液态物质，比如血液、尿液、汗液等等，有统摄、控制的作用。同时对腹腔的脏器，比如胃、肾、子宫或者是直肠等等，有维持相对位置恒定的作用。比如脾气，它能够固摄血液；肾气可以固摄尿液；胃气可以固摄汗液。若气的固摄功能不足，首先它可以表现出对液态物质的固摄不足，比如脾气不足可以导致慢性出血，肾气不足可以导致尿多尿频，胃气不足可以导致多汗。同时气的固摄功能不足可以导致腹腔内的脏器下陷，比如脾气不足，我们又称为中气下陷，它可以导致胃下垂、肾下垂、子宫脱垂、脱肛等等这些腹腔的脏器下陷。以上是我们讲的气的第4个功能，固摄作用。气的第5个功能是指的气化功能。气化是指的通过气的正常运动而产生的各种生理的变化。气化作用是指气能促进精、气、血、津液等等人体内正常的物质之间相互化生和相互转化。比如肾精可以转化为元气，肾精和肝血之间可以互相转化。气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体内物质代谢的过程，它是物质转化和能量转化的一个过程。
气的以上5个功能，推动、温煦、防御、固摄和气化，虽然各不相同，但都是人体活动中不可缺少的部分。它们密切协调配合，维持正常的人体活动。最后，我们来学习气的分类。气在人体内可分为4类：元气、中气、营气和卫气。我们来看元气。元气的生成主要来自于肾中精气以及后天脾胃运化的水谷精气，共同化身为人体的元气。元气以三焦为通道，循行于全身。元气的主要生理功能是推动人体的生长发育和温煦激发全身的脏腑、经络等组织器官的生理活动。中气它是由肺吸入的自然界氢气以及脾胃运化的水谷精气而成，它主要聚集在胸中，上出咽喉，灌注心脉，下蓄丹田，经气阶注足阳明经而下至足。中气的生理功能主要是上走息道以行呼吸，下灌心脉以行气血。营气和卫气都来自于脾胃运化的水谷精微。营气是水谷精微中最富有营养的精华的部分组成的，它主要循行在脉中。营气的主要功能是为脏腑、经络等组织器官的生理活动提供营养，而且它也是构成血的主要组成部分。卫气它是水谷精微中最强、卫外功能最有力的一个部分，它经过肺的宣发，行于脉外、皮肤之中、分肉之间，熏以膏膜，散于胸腹。所以它的主要功能是保护肌表、抵抗外邪、温暖脏腑、润泽皮毛，同时调控肌肉的开合以及汗液的排泄，维持人体的体温相对恒定。人体的气除了上述最重要的4种气之外，还有脏腑之气、经络之气等等。实际上，这些脏腑之气、经络之气，它都是由元气所派生的，是元气分布在脏腑经络中形成的气，它能够维持和推动脏腑经络正常的生理的功能活动。所以，为了便于理解什么是肝气、心气、脾气、肺气和肾气，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：肝气就等于肝的功能，心气就等于是心的功能，脾气就是脾的功能，肺气就是肺的功能，肾气就是肾的功能。比如说，脾气充足就可以理解为脾的运化功能是正常的；脾气虚弱可以理解为脾的运化功能是失常的；心气不足可以理解为心主血脉和心主神志的功能失常等等。所以我们通常理解五脏的气，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五脏的功能的体现。以上是中医理论气的生成、运动形式、功能和分类。本节课就讲到这里。